大家好，母亲节到了，祝大家母亲节快乐。春天就是百花齐放的季节，皑羽的蓝色兰开缤纷。今天就想邀请大家一起到蓝舍赏花。先来看这一颗，这颗蝴蝶兰，鹅黄色的底色，还有红色的斑点，非常的漂亮。它有点害羞，都长在了叶子底下，所以要把它放到高处。旁边的这一颗，色彩很梦幻，黄中带一点淡淡的紫色。本来是双花梗，后面的那花梗已经谢了，干掉了。这个就是白色的，带着粉红色的斑点，像满天星一样。看一下它长长的花梗，就知道它已经开过了很多的花，但是它现在还向前继续续花。它的根也长得非常的漂亮，满屏了。旁边的这一颗是日本的明户兰，去年它开花的时候，我专门为它拍了一集，就是第7集明户兰鉴赏。今年我觉得它的颜色更加的漂亮，更加的芳香。水培的黄精灵还开着，非常的漂亮，颜色鲜艳，还带着浓郁的香味。它的花根长得很长，很美。它的花期很长，开了几个月了，只有一枝花梗是谢掉了，其他的还那么的灿烂，那么的美。旁边这一颗斑点的花虽然不大，可是花的量多，就像一簇一簇的。其实细看它的花纹还是很漂亮的，有点像野猫的花纹。再来看旁边的这一颗，每一次给它拍摄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无法把它的美拍出来，因为它那种好像荧光的那种质感是没有办法用相机把它拍下来。还有它的色彩，怎么去形容呢？有点像彩虹，又有点像幻彩，而且它的花瓣就像伤了花边一样。它的唇瓣也不是单色的，也是有颜色的渐变。唯一不足的就是没有香味。这一朵是兰花世界，是刚买回来的，就剩一朵花，有淡淡的香味。再来看这边，这边是粉红系列，粉嫩的颜色看上去很漂亮，什么花型看上去都好看。更何况看一下这个，非常的特别。它的花瓣上还有花纹，而且有的花是半开半合，像这种，只要它没有打开的，里面就有花纹。打开的那一半呢，就没有花纹。另外的这一颗，我想跟它应该是同父异母吧，看上去就长得非常的像，颜色、花型都很像，但是这个就没有花瓣上的花纹。看上去是不是很相似？都很美。再
再来看劳模，劳模又长了很多的花，看看都开成一串了，前面还在长花苞，看到吗？再来看这边它另外的一条花枝，花已经开成一串了，看一下，很多的花，颜色非常的鲜艳，前面的花梗还在继续的长花苞。还记得我的视频第28集和38集吗？开了11个月的花就是它。与它形成强烈对比的就是这棵日本长生兰，只有一朵小白花，花的新叶还有花的唇瓣上有一丢丢的紫色，却非常的香。这个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铁皮石斛，也是很香很好闻的味道，颜色也非常的漂亮。这花的花期还是很长的，上一个月它就在另外一个枝这个地方上开了花。这是我当时给它拍下的视频，看看它的唇瓣，中间带有红色和白色，很美。当时它这个地方就已经长了花苞，花苞还很小。再看另外这条枝，这个地方也长了一串花苞。现在这2串花苞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花。它旁边这个大花文心兰，水培的，花朵很大，还带着淡淡的芳香，颜色衬托得非常的美。我很喜欢看它像裙摆一样的唇瓣，就像纱裙，质地、颜色都很好看，远看就像一只大蝴蝶。接下来看一下我养的苔藓吧，它们长得很好，很美。这一棵是我第1棵的水培兰花，它还在。接下来这个是超级斑马，它的花瓣上的花纹就像它的名字一样，就像斑马，白底红色的斑纹，很鲜艳。这个尖角这个地方还带有一丢丢的绿色，非常的好看。这边这条是去年的花梗，今年就在这条老的花梗上又续了2个花苞，现在开了1朵，很美，很香。接下来这棵是大名鼎鼎的田艺，是我所有的兰花中最贵的一棵。它的色彩有点像油画，还带着芳香。它的香气不带甜味，是清香，而且白天和晚上都香。这棵是已经开了5个月的秋石斛，星期2的喜悦。再来看这棵迷你的水培蝴蝶兰，紫蓝色，很特别的颜色，很特别的花型。它的花型看上去不像一般的蝴蝶兰，有点像小玫瑰。花的排列整齐有序，方向一致，很美。虽然它不香，却为它的容颜所动。它旁边的这一棵是传水培的兜兰，3色模底。它是去年参观纽约植物园兰花展后买的，
花后我把它转了水培，它在水里长得非常的开心，长了新苗，还复花了。这花已经开了超过1个月了，看上去还那么的挺拔。芳香的大花文心海苔还开着，还有不属于兰科的君子兰也开花了，很美，很壮观，一球27朵。今天的影片有点太长，我就不一一数扎针了。艾比的蓝色，兰花开缤纷，我与兰花难舍难分。谢谢观赏，并祝大家母亲节快乐。